天我要来拍一期关于那些在网上被炒火的爆款产品，看似很受欢迎，很多人买，实则啊，它是令人头疼的鸡肋产品。今天呢，我是来帮你们灭火，能替你们省下一大笔钱，所以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对我多多支持哦。那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讲第一件产品。前几天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链接，是一款新出的唇釉调色盘。当你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的调色盘，是不是觉得很心动，很想要买？这些配色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少女心？可惜现实是它真的不实用啊。首先，调色盘上的颜色往往和你上嘴之后的颜色差距是非常的大。怎么的，想好好涂个口红，还得要有当画家的天赋吗？不仅要懂得去调色，而且如果调出不好看的颜色，你上嘴之后简直就是一个灾难啊！再来是谁出门还会带着这么一大块的调色盘，真的是麻烦的要死。每次你想换个颜色还得要重新调，我敢保证每次当你要用到它的时候，很容易把盘里面的颜色弄得乱七八糟。况且呢，刷子又不好收纳，又非常的难清理，所以说省省吧，还不如省下的钱去买一些你日常会用到的颜色。我还真不知道有这种东西的存在，直到我在高铁看到有人拿那种小型的手提行李箱，乍一看的确是很时髦，对吧？但实际上我脑子里面当时的想法就是，像这种小型的手提行李箱，它既不能单挎又不能背在身上，那长时间提着它真的是要废掉你的手腕。先说说它的容量吧，看似精致，但根本放不了多少东西，只能放那些体积小和琐碎的小物件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背个包或者买个托特包拎在身上呢？这样的手提行李箱稍微重一点你就提不动了。如果你只是出去玩个一两天那还可以，但如果时间再长一点的旅行呢，它既不方便也不实用。在这个视频里呢，我必须要承认 Hailey Bieber 她真的是能抓住女孩子的心，这一波宣传真的是非常的到位。这一款火爆全网的 Lip Case 乍一看确实是个很新颖的设计，请问你必须一定要买它吗？首先，这个手机壳只适用于从苹果14 Pro、14 Pro Max、15 Pro 以及15 Pro Max。那要是你用的是14 Pro 之前的那几代手机，难道你还要为了这个$35的手机税后44块2毛3而去换一个全新的手机？那这个成本真的是高得不得了啊！更重要的一点呢是，只能装得下这个牌子的唇釉。如果你换成其他牌子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唇釉，你完全就装不下。虽然它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女生想要随身携带唇釉这个问题，但这个又大又重的设计拿在手里实在是不方便。那万一你哪天出门发现你的唇釉没带，那该怎么办？那岂不是它的意义何在呀？对吧？接下来这个牌子呢，我也要夸一下，就是 Casetify， 在创新设计上也有它的一套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他们利用洞洞鞋这个原理设计出了洞洞手机壳。我当下看到这个新品出的时候，我的想法就是，哎呀，这个真的不太适合有密集恐惧症像我这样的人有点心理不适。这又是一件看起来很炫酷、很新颖的设计。洞洞的设计呢，并不能有效给你手机提供到防护作用。他们用的是硅胶材质，你手机摔了就是彻底的坏了。而且啊，这个价格还不便宜，$48一个壳，外加装饰品$28。我还想到另外一点，就是像这种洞洞手机壳，你装饰它手机背面的时候呢，你又不能装太多，你装太多反而看得太乱了。但如果你装饰的太少吧，手机壳后面出现了几个洞洞，搞得让别人以为你在用破烂的手机壳，它的外观上也没有说特别的好看，而且又不能给你手机保护作用，所以你图它啥呢？你是图它既没有保护作用，又价格那么的贵吗？越来越多人喜欢给自己的手机来点装饰，特别是手机挂链。我个人来说的话，我是用那种挂在身上可以释放双手，出门旅行的话比较方便，手上可以拿其他东西。但是那种挂在手机音量旁边和充电口下面的挂链真的鸡肋啊！一来它能给你手机带来好看以外的用途，它还有什
什么呢？二来是有一条挂链在你手机下面晃来晃去，你不觉得很累赘，然后感觉脑子都给晃晕了？那三来呢，就是你买这么便宜的手机链，很容易就被扯断。所以说，你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去买一些中看不中用的手机链呢？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件物品呢，也是一个全网爆火的，那就是卡戴珊牌子的 Skims 连衣裙。没错，就是 Skims。它是一件号称能够塑形每位女生都想要拥有的一条连衣裙，但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？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牌子的理念，主打就是 body positivity 和 inclusivity。我要表扬一下，它体现出了对不同身材的包容性，提倡女性去展现自我，变得更加的自信。对于外国人和长期在海外生活的人来说，穿衣是非常的自由，你爱怎么穿就怎么穿，没人管你。夏天满大街都是穿吊带，人家也对自己的肚子上的肉啊、手臂太粗啊、屁屁太多肉毫无在乎。但是呢，听我说啊 ，Skims 的连衣裙呢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得起这种贴身的款式，更何况那些对自己身材焦虑的姐妹们来说更是如此。穿上后恐怕会更怀疑自己的身材，更会焦虑。凡是像这种紧身贴身的衣物呢，必须要额外搭配超级隐形的内衣裤。我不是在打击那些想买它的姐妹们，如果你对自己完全放得开，完全自信的话，尽管冲。但是我们试想一下，撇开这个牌子来说，你还会买它的连衣裙吗？不会，对吧？因为你买这些连衣裙的话，你还要额外去买一些适合它的内衣裤，又是一大笔花销。我第一次接触 So de Janeiro 是他们的 Bum Bum Cream， 打开后它的味道真的是很浓很刺鼻。从那以后，我对这个牌子真的是直到去年我买了他们的48和68号的喷雾，不管我是用它来当香水喷还是用来当空气清新剂，它一定是在10分钟之内那个香味就没了。 Excuse me， 我请问呢，我买它来干嘛呢？是来当成消失的空气吗？这个牌子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香精味非常重，闻起来就是一股很廉价的香精味，不又是一款颜值大过于使用的产品吗？它被称为是白女的最爱，就是那些外国人非常喜欢这个牌子，非常喜欢这个香味。我个人不推荐你们去买任何香精味极重的物品涂在你的脸上，特别是护肤品。 Last but not least， 一定要来说一下最后这一款也是爆火的产品，它就是非常有名的 Stanley Cup， 在北美家庭里几乎是人手一个，是每次节假日必送人的好礼之一。在我人生中我买过最贵的水瓶呢，就是 Hydro Flask， 是非常大毫升，大概加起来应该是快50美金左右，那个是我买过最贵的水瓶。从那之后呢，我再也没有跟风买过那么贵的水瓶。首先 Stanley 这个牌子的水壶非常的笨重，更不用说你装完水后携带它很不方便，走路你根本不会想要拿着，开车带着的话呢，它还不适合大多数车的杯架。现在你单单拥有一个 Stanley Cup 已经不算什么了，你还要去额外搭配那些花里胡哨的配饰，图片呢就给你们放在这儿了。它有那种专门保护吸管的套子，还有架在杯子上面可以放零食的小托盘。我在网上收到这个视频，就简简单单一个水瓶，居然还要附加那么多无用的累赘物品，拿在手上费力，而且一个水瓶还不嫌贵，要买额外的小配饰。之前我就听说了，为了抢到节日限量款的 Stanley， 很多人早早就在 Target 门前排起了队，不知道的人呢还以为他们在抢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结果呢就是为了抢一个水瓶。这个 Stanley Cup 到底火成什么样呢？它能火成很多人为了它，好无语啊！就是一个水瓶啊，水瓶那么多件，你随便挑一个保温性比较好的也足够可以的啦，不用特意去跟风抢破头，就为了买一个水瓶。如果你们之后想要我更新类似这样的视频题材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，在下面告诉我，我到时候会拍的。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。那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